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林国成委员、陈凤清小姐、赖士葆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杨志瑜前国民党发言人。好，我们看俄乌啊，川普呢拿出了28点停战计划，那就是让乌克兰割地赔款了，等于是这个意思了哈。但是呢，现在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不行，我们不能割让土地，欧盟也站出来反对。所以川普就说啊，不是最终提议啊，你们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啊，提出来啊！哦，川普本来还逼他们10月27号感恩节之前就要答应，否则美国就不管你们了哦。川普当然变来变去的，选举的时候说他当选24小时就解决俄乌的问题，选上以后呢，他又把泽伦斯基骂了一顿在白宫，后来又去骂普丁然后现在呢又说要乌克兰吞下这个计划28点啊。那这个乌东现有占的地方就给俄罗斯了，然后乌克兰军队最多只能上限60万人，而且呢不可以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可以到这个乌克兰来部署等等，反正搞了一堆了28点嘛那另外呢，美国可以拿走乌克兰50%的重建基金那经济学人就说这是个混乱、肮脏不堪。乌克兰得到只有惩罚性条约条款那另外呢，他们不是在瑞士会谈吗？那这个川普就骂说，泽连斯基都不感谢我，不感谢美国我们这么努力要他们减少人民的伤亡，不感谢。但是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又说谈得很好。媒体报道说台面下火药味十足美国说都是乌克兰带风向，乌克兰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带着欧盟走的意思那卢比欧说，到现在为止最成功的谈判呢，这个而且将来会把基辅的数据也纳进来那另外呢说，这个泽连斯基已经跟美国副总统 Vance 通话了，泽连斯基呢这个也发布他的影片，说要不然我们就乌克兰失去尊严，要不然我们就失去一个关键的盟友，就是美国要不然我们就接受难以接受这28点方案。美国的提议是表示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没有尊严的、没有正义的生活。就我们如果接受要过这样的生活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因为说乌克兰对美国毫不感激嘛，所以泽连斯基还有美国代表团团长不断表示感谢美国、感谢川普、感谢每一个美国人的心。我听得恶心死了哎呦，这你川普爱我就拍你马屁嘛那你这个。爱听什么就，泽连斯基是说你要得诺贝尔和平奖，川普最喜欢这个支持你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看一下，乌军在战壕内连环开火，乌克兰特种部队在东部利曼前线与俄罗斯官兵近距离搏火，乌克兰警方同时也在前线城镇撤离居民。美国总统川普原本要求乌克兰得在感恩节前签署华府推动的28点和平计划，但针对这个回复期限，似乎仍有谈判空间。No, not my No, we'd like to get to peace.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a long time ago. 白宫提出的和平计划要求基辅割地裁军，这样的条件在美国国内部分朝野一致认为明显偏袒俄罗斯。 Republicans in Washington who have been critical of this 28-point proposal because it does at this point seem like a Russian wish list. 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潘内达认为，如果川普坚持实行这份和平计划，恐怕会向对手释出美国软弱的讯号。 Not only to Russia, by the way, but also to Xi in China, to Kim Jong-un in North Korea, to the supreme leader in Iran, and to terrorist adversaries around the world. 英国前首相强生怒批美方的计划完全是背叛乌国，这是所谓乌克兰之友的彻底投降。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茨则在 G20 峰会上表达挺无立场，还透露已经致电向川普喊话。 What is at stake is obviously Ukrainian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 security. It's normal to have both the Ukrainians and the Europeans on the table to finalize this plan. 乌克兰和美国官员以及欧洲志愿者联盟代表未来几天将在瑞士召开会议，商讨终结战争的和平方案。
其实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已经定调了。他说呢，乌克兰面对史上最艰难的选择，要不就是失去国家尊严，要不就是失去呢美国这个关键伙伴。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我认为对于泽连斯基来讲，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28点条款能够修改的空间也非常的有限。乌克兰正进入的是我们21世纪当中所看到的这个上权入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点。坦白说，你说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得好不好？其实打得不好。那么乌克兰守得好不好？其实守得也蛮好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结果的事实。3年半的时间，乌克兰现在面对的是割地、财物、国破人亡。他就面对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局面。这28点条款当中啊，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当初要进攻之前，他要的3个目标全部达成。他说，第一，我要整个顿巴斯地区。那现在呢，顿巴斯地区在顿内茨克的部分，大概还有20%的土地，其实俄罗斯在战场上面没有打下来。但是呢，这一次的28条款当中，乌克兰要自动撤军，然后让给俄罗斯去掌控。那甚至于呢，俄罗斯当时没有提的，就是包括了就是扎波罗热，然后以及科尔松这2个比较南部靠近克里米亚的这个地方，它所占领的也必须由俄罗斯来掌控。那乌克兰呢也没办法拿回去，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它比战争之前所损失的土地还要来得多很多。那好，这是第一个土地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得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因为这28点条款当中呢，是要求用文字叙述，而且在法律当中，乌克兰必须立宪规定说他们永不加入北约，而且变成他的国内法，就变成宪法，是宪法里头要定不加入北约。然后第二个部分，那北约呢，则是要在章程当中规定永不接纳乌克兰。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当初要的北约不东扩，他也达成了。那第3个呢，其实就是财务，要求乌克兰的军事武器不只是军队人数，他要求他的重型装备必须要限制在一定的数目范围之内，而且28点条款里头还规定说，只要乌克兰打到俄罗斯境内，然后这整个就和平计划就废止，然后俄罗斯可以去打乌克兰，不能有长程飞弹。对，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当初的经济制裁你们要全部都停止，全部都要取消这些制裁，它的经济恢复自主。那么，可是对美国，为什么美国这时候这么急啊？我们先说美国要到了什么？因为现在在战场上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的重要的据点就是红军城已经快要丧失了，因为已经被完全的包围了。然后同时它的能源设备也被击得差不多了，所以它在冬天会非常的无法度过。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它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喊停，那各位你要知道，其实对美国来说，它可能损失的是到最后俄罗斯会一路打到了敖德赛，然后就会让整个黑海变成俄罗斯所控制。乌克兰变成内陆国家是小事，可是黑海的自由航行不再出现，对于美国来说那是极大的损失。所以你就战略来说，美国这时候喊停是有道理的。那你说乌克兰干嘛要喊停呢？为什么愿意停呢？各位不要忘了2个星期前，乌克兰爆发了一个肃贪局所查出来的1亿美金、1亿美元的贪污案，这发国难财。就美国呢，乌克兰这样子的一个兵疲马困、国破的一个状况，结果还有人要去贪污1亿美元。那么这个贪污的人，2位都是这个泽连斯基的亲信，然后另外1位是跟他关系最为良好的商人，现在这个商人已经逃出去了，这2位亲信被抓起来了。其实这一点呢，我想赵先生很清楚，在历史上，美国要抛弃一个国家之前，一定先把你的领导人斗到贪污腐败斗臭为止。要斗垮先斗臭了。所以泽连斯基现在面对的是，他不知道背后还有多少的把柄抓在美国的手上。他这时候如果不屈服，他如果不说美国你好伟大，你每一个人都很棒，他很可能面对的是更惨烈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这3年半的战争，如果一开始没有发生，其实乌克兰反而不会面对今天的丧权入国、割地，然后财务。那么更重要的是，各位3年半之前，其实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曾经呢，乌克兰跟俄罗斯达成一个伊斯坦堡协议，谁阻止的？英国跟美国阻止，就是刚刚那个新闻里头的 Boris Johnson， 然后跑到基辅去阻止的。其实是拜登阻止的，对，叫英国出面。
结果现其实在是拜登说抛弃就抛弃。各位，战争我们可以喊得很大声，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实力问题，我们就很可能成为乌克兰。所以泽连斯基也很气啊，当时古立委是你美国啊，你现在川普嘛也是美国，只是换了总统，就整个换了态度啊，完全不一样哈。那不过呢，不过当时记住，德国梅克尔是反对的对，梅克尔从头到尾就跟乌克兰讲，你不要想要加入北约，你会给你自己带来灾难，不听啊，没错，好吧，这个28点计划呢，欧洲的3巨头英国、法国、德国，现在呢他们反对，他们要拟一份紧急修订方案，比如说不要60万啊。80万啊，不能说他不加入北约啊，也不能说我们这个欧盟都不去这个保护乌克兰等等哦。那白宫说反正可以调整再说嘛。可是《华尔街日报》说，川普认可的是原来川普那28点呢，你这个改太多，俄罗斯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没错，因为打不打关键在俄罗斯手上啊。哦，那李文忠说呢，像是21世纪版的慕尼黑协定，台湾应该学的教训。所以台湾学的教训是什么？就不能都靠外国，你自己要衡量有没有能力啊。你有能力你才敢坚持，你没有能力最好少惹事，其实这么简单嘛。你惹的事你自己又解决不了，怎么可以呢？那我们外交部说反对大国武力扩张领土，乌克兰领土怎么可以给这个俄罗斯呢？哦，所以呢，川普给乌克兰一纸屈辱的和平协议，台湾在中间能不能学到什么？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不要去惹事，你不要去挑衅。如果大陆没事打你，国际会谴责他。对，如果你自己去惹事，国际连谴责他都不会谴责他，就是你自己搞来的，就你台湾要想这一点啊。来，永平，李文忠讲说他看到这个28点的时候，他是一个民进党，而且他之前担任过国防部的这个副部长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退会副主委，他国防部没有，也有国防部也有啊，退辅会副主委是后来。就李文忠，他等于在这个领域呢，他也工作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有一定的专业程度我觉得他讲这个是良心话，因为很简单，台湾一定要从这件事情学到教训，就是说，所谓的这个21世纪版的慕尼黑协定，就是因为当年德国战败之后呢，签订的这种丧权入国的部分，把大家都逼疯了。那现在的这个问题也一样，你基本上，你如果真的乌克兰要吞下去，那所有欧洲的人，还有支持乌克兰的人，还有泽伦斯基，还有乌克兰死难者，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屈辱。可是战争的逻辑是什么 ？Winner takes all， 对不对？赢者全拿，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川普明明知道是一个很羞辱的状况，他为什么还会提这28点？他为什么还是会闷着头提？因为普丁只有这样他才会停战啊。所以今天的现实点就在这。好，那台湾学到什么教训？我最近看到这个，待会我们还会讲那个日本说台湾有事的风波，这种状况，日本的角色是不是很像当时的欧盟？几个主要国家的角色，就是乌克兰自己闹。说我要加入北约，乌克兰他为什么这次要求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要求要他立宪？因为本来乌克兰呢在亲西方政权的时候，他们通过的宪法就是说，他的终极目标他就是要加入北约跟欧盟。那现在因为这件事情，俄罗斯不爽，已经抗议很久了，到最后呢，大家破裂战争。那个时候支持这个乌克兰给他煽风点火的，虽然有美国，可是有他这个欧洲的盟友啊。那些人当时也都跟乌克兰讲说：“你去打，你去打，我们支持你。”这有没有很像日本今天也在那边敲边鼓说：“啊，台湾你不用怕，你有事我们就有事啊，我们会联合在一起。”结果到最后，你光看欧洲，日本还有不良记录日本还做过侵略国什么什么的。你看看现在欧洲好像有道德这个制高点，整天对大家指指点点的这个法国、英国，他们在乌克兰这个事情上，现在是不是也都 guilty 啊？如果不是他们都自己财政觉得压力太大，各方面的话，美国会让俄罗斯这样予取予求吗？虽然他们今天说不行。
实在太屈辱了啊，领土也不能动啊，这个加入北约的条款也不能够入宪，很多的这个军援也不可以裁军裁到60万。可是问题是你这样搞下去，除了破局，你对欧洲有任何好处吗？那我真的觉得台湾甚至不如乌克兰呢。我们这么小一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逃走，然后呢，也没有一个这个幅员可以处理，而且我们又没有跟任何的其他的国家在土地接壤，我们这样孤零零的一个岛，然后我们还要轻言的整天都说我们不怕，我们来打，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头壳坏掉了。我们看一下相关影片。一辆辆黑头车开出洲际饭店，长达数小时的美乌日内瓦会谈结束，传出好消息。We had a very good day today. I think we mad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progress here. There's still some work to be done, but we are much further ahead today at this time than we were when we began this morning. 这次会谈，美方是国务卿卢比欧领军，乌克兰由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带队。叶尔马克发出英文与乌克兰文的声明，表示纳入许多乌克兰的优先事项，感谢美方理解乌克兰的关切。We thank our big friends. United States and personal President Trump, his team to their commitment to bring this peace. 原先川普提出28点和平计划，包含乌克兰割地、缩减军队规模、永不加入北约组织、解除部分俄罗斯制裁，遭批偏袒俄罗斯。One major point is the size of the Ukrainian army that would be allowed. You know, in the 28-point proposal, it's around 600,000, and in this, it's 800,000. 外媒报道，和平计划修改，乌军规模可达80万人。美国提供类北约安全保障，删除预期俄罗斯不再入侵邻国，北约不再扩张。欧洲建议乌克兰承诺不以武力收复俄方控制区，领土交换以接触线为基准，不将拥有乌军的顿内刺客当俄国领土。Важливо, що розмова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ми представниками є, і є сигнали, що команд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чує. 将满4年的俄乌战争或许有望结束，迎来和平。好吧，李文忠，民进党的大佬嘛，台湾该学的教训，我刚刚仔细看一下，他讲的教训是什么呢？保卫自己的家园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台湾应该跟着民主同盟脚步之余，不要逾越对岸的底线，不要跟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抗。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很务实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陆回应高市早苗，所以呢，层级又升高了哦，他的这个报复的层级哦，制裁的层级又升高了啊、哦。王毅哦说提了3个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的倒车，因为2战的时候日本那时候搞起来的哈、哦，大东亚共荣圈有没有？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实跟台湾有关是第2，但是1、3其实都跟日本本身的军国主义啊，因为高市他是一个保守派，那另外呢，他联合那个维新会啊更右派哦，所以要把这个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啊，要把这个非核的3原则要修改掉啊等等哈，所以他们真的很担心。大陆为什么这次反弹这么强呢？一方面是趁你高市还没有成气候先杀你。一方面也真的怕日本军国主义慢慢复苏，而且也怕，因为如果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国就有事了。它有安保条约啊，就台湾问题变成国际化，这是老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杀。那另外呢，解放军还发布影片，我们一切就绪了，就等待东风。其实现在打什么没有打，日本也是讲也没有真的武力介入，但老公这次就这个显示真的要打，我们不怕你啊，而且呢。还去找这个留空岛，留空岛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洋舰队那时候被日本杀得很惨，北洋那时候搞个舰队，哇，觉得船坚炮利就不得了了，哇，好厉害，哇，袁世凯搞了一堆钱去买那个船的呢，就被人家杀的这个片甲不留，很丢脸啊。表示说历史复仇。所以呢，就是说我在这边实弹射击，说不要以为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我们跟以前已经不是当时的北洋舰队了哦。那另外呢，中国写信给联合国，说台湾有事，日本如果出军队的话呢，就是敌国，我们就可以这个发动这个反侵略军事出动。那日本说呢，说
已经经过大家表决，其实已经废掉这个了，但是他们说其实没废掉，只是说观念上，但实际上联合国那条还在的哈。那所以呢，这个王毅说，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各国有权利再清算他的历史罪行。当时大家这个都无条件，这个算了，你无条件投降，我们就不追究了啊。然后呢，宽大为怀，说以后呢，我们就再追究回来等等啊。日本外省发文反击说，就敌国条款这个废止了，但是我刚看了说，其实并没有废止了哈。那日本的防卫大臣第一次到冲绳岛去参观所以要强化自卫队的嚇阻力，所以你演习我也不甘示弱啊。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与那国岛也部署了飞弹也不是说我们就束手无策，我们也有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在南非开这个 G20 峰会，那日本本来希望李强大陆的这个总理呢跟高市能够会谈，结果李强呢这个说没有这个安排，而且呢高市发言，李强离席很明显的告诉你，话我都不听你讲什么都不听那另外之前的高茂的高市的前首相叫石破茂，他说今天该讨论是如何避免台湾有事，而不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是呢，高市的民调是往上飙，又上升7%，特别是领导力，所以支持度已经到了72%。这种东西是这样，只要外面有事情，国内的支持度高，就算跟你原来不同政党的不同意见的，也必须要支持你，否则变成说大家没有共同抵御外侮我们看一下。大陆火箭军的最新影片晒出了东风61型和东风5C洲际弹道飛彈。另外，解放軍23號起在渤海、黃海進行演習。話由今日起一連2個星期喺渤海海峽、黃海北部海域執行軍事任務，禁止所有船駛入。地点在山东省威海港的刘公岛东部水域开展实弹射击。刘公岛是清朝北洋舰队的诞生地，在甲午战争后期，日本军控制了渤海湾，并登上了刘公岛。对大陆而言，在此演习有勿忘国耻之意。様々な防衛省自衛隊の活動に対してのお声もある中で、皆様方に自衛隊のことを、また隊員のこと、そしてまたそのご家族、一人一人についても温かく迎えていただいてますこと、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至于日本方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2号首度以防卫相的身份开展西南群岛地区的视察行程。23号再前往设有陆上自卫队基地的石垣岛和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视察，重申日本捍卫国土安全的坚定决心。而中日关系紧张之际，日本的新闻网和读卖新闻在11月21号到23号进行了民调，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达到72%，和上个月的上一次民调几乎持平。不支持者仅有17%。至于高市内阁对大陆的态度，日本民众56%予以肯定，29%不予肯定。来伟，这个看到最近因为高市的言论之后，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一步快打起来的样子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施压的那种力道越来越强，从原来的禁止留学生旅游、禁水产，然后呢演习之外 ，plus 还到联合国去，说这个东西日本以前是战败国，战败国的话，过去刚才主持人提到有个叫敌国条款，就是说你战败国你不可以恢复你的军力，不可以重新恢复你的军国主义，如果有的话，人人得而诛之，变这个样子，用白话文讲就这个样子。好了，那现在中国大陆就说来，我们用这个条款那主持人刚刚已经提到了，说那时候后来说这个现在日本外务省说了，这个条款已经废掉了，可是你查一下还在，只是说大家有个默契，就不要太追究。那现在呢，这次的一个论点了，让中国大陆的民主主义升起来了，开始算沈阳事件杀多少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什么之类，一个一个跟你算，这个要不要跟你算这个账？要算他要算是不是？所以一来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两国似乎要快打起来的。那我们就看军力好了虽然日本是自卫队，可是日本很强它底子很厚。那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军力排名是第3名，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过去是中国大陆。日本排第8，但是日本的
陆军当然就差这个中国大陆差很多了哈，可是它的海军、空军的素质很高，它的值很强啊，很强。所以这里面来讲，如果真的去打的话，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了哈，还不知道。可是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就问了外交部的次长，他说了，我们的外交部不乐见两大国一直持续的恶化。我觉得这个话讲的就奇怪了哦。赖清德，你不觉得赖清德以这样子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他们在那里旁边敲边鼓啊，一直在加码寿司外交啦，吃寿司啦，吃干贝啦，吃日本的刺身啦，而且最恶劣的是什么？赖清德趁这个混乱之际啊，开放核岛的核灾食品进来，全面禁止，它中间没有一定的程序耶。照理讲应该有个程序，食药署做一些检验数字来公布大家，说这个可以开放。他没有，他说哎，我们经过几次的检验，这个好几年来都没有问题，所以就开放了。他就浑水摸鱼，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家看那个题目，所以以台湾来讲的话，笼告修嘎了哈。可是不要忘了，我觉得不要忘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应该要非常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再一次，他就讲一句话，只有一句话而已，而且这句话也不能够直接翻译说台湾有事日本出兵，不能够这样子翻哦。很多人都讲，包括外交部官员都说，不等于台湾有事日本出兵，这不能这样讲。可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大陆展现他要统一台湾的决心。就这次来讲，他红线画了很大，而且说中国台湾，他就讲中国台湾这是什么？你讲这个事情就是你要打我，所以我要打你，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外交的问题。但是你也发现到，民进党的从赖清德一降，我感觉了，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沾沾自喜，觉得说哇，可以跟日本重新做一个结盟，然后来对抗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是愚不可及啊。继续再回来。